Good morning, everybody！ 大家好，我是金沙，欢迎来到全网最硬核的美股研究中心。今天我们只看甲骨文 Oracle， 我会用技术面加上基本面双重分析，给你一个一站式的美股投资频道。那么话不多说，节目正式开始。如果呢你最近紧盯着 Oracle 甲骨文，你就会看到一个很反直觉的画面，云业务增速看起来很猛，对吧？这个积压订单 RPO 也是能见度非常炸裂，但股价呢却是砸得很难看。你们肯定就要问了，这到底是不是基本面塌了啊？还是市场错误解读了？又或者是更危险的，甲骨文出现了一定的债务问题？好吧，我们不急，我这一份机构级别的研报会涵盖你对甲骨文的所有疑问。今天呢，我会用一个投研里面最管用的4段式来拆解。我们先从基本面，再到新闻面的解读，再到基本面，最后就是这个技术面，然后我们能制定一个关于甲骨文的交易计划。你听完可能就会明白 Oracle 合理的买入点位，还有上行的空间究竟有多大。我们先看一眼财报。对了，我的财报是在 Moomoo 平台上看的。顺带说一句， Moomoo 的活动现在真的好的离谱。我不管你在哪个国家，美国用户就能拿到最高$1000英伟达的股票奖励，还有最高 8.1% 的利率。真的，这不比把钱放在银行里面香。加拿大最高是4600加币，加上 6% 的利率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澳洲、新西兰还有日本都有非常好的奖励哦。如果你已经有了股票账户，那么也没有问题，转仓过去 Moomoo 也会有很好的福利。最后开户的链接我放在了评论区。好的，我们回到了视频。Oracle 在2026年财年 Q2 的数据真的乍一看很像一个赢家，总收入在161亿美金，这个云服务就达到了80亿美金，同比增长 34%。 OCI 还有 IS 就是41亿美金。更夸张的就是它的 RPO， 就是所谓的积压订单，已经达到了5230亿美金，同比增长 438%。 但是市场真正问的其实就一句话，这些订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合同变成真正的现金流？如果你是那个专业投资者，你肯定也会对甲骨文的天量合同动心，但是你是不是也会想，这个多久才能兑现呢？紧接着就是第二条消息，路透社报道，市场对甲骨文的担忧核心就是资本开支 CapEx 预期上修。公司表示2026年财年的 CapEx 预期会比9月份高出约150亿，它就触发了 AI 花钱太猛，市场对它的再定价。那么我翻译成人话吧，就是 Oracle 甲骨文就像一家突然爆单的餐厅，订单呢从街头排到街尾啊，但老板说我们得先盖厨房，先招人，先装修，买一些厨房的设备，对吧？最终在某个时间节点，生意一定会扩大，但是短期利润还有现金流会被承压，而股价最怕的是就是短期现金流变差，甚至变负，还有短期的不确定性上升。第三条新闻，这个股价其实跌得并不远。当一个公司，尤其是科技公司，被用债务的角度来审视，就是它所谓的 CDS， 它放到聚光灯下，那么这个股价有一定的回撤，我们并不会很意外。甲骨文的这个债务问题呢，最近也是上了很多的新闻，这说一句那说一句。我个人呢，其实不会特别担心它的债券卖的究竟怎么样，你们能看一看。很多大行对它的债券信用评级下调，但是一定要注意，切记，甲骨文还是投资级的债券，那么它的债券其实并不愁销路的，反而会有专业的债券交易者。虽然甲骨文的债券有很大的风险，但是因为它的高收益，也是会进行买入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债券的投资手法，叫做这个堕天使投资，是一种专业的债券投资手法。说白了就是买入一些投资级的债券，变成垃圾债但是公司的基本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。他们这些公司发行的债券，你投资就叫堕落天使投资，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，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。第4个新闻也是路透社报道的，桥水的这个 Greg Jensen
警告，如果 AI 扩张越来越依赖外部融资，而现金生成跟不上，一定会带来泡沫风险和脆弱性。其实不单单在点 Oracle 这一家公司，人类所有行业的发展其实都是依赖这个技术模型。如果没有创收，所有的投资其实都是狗屁。那么我们作为散户如何理解以及反驳这一句话呢？说白了，就是你相信未来 AI 会让人类再次伟大吗？会不会让人类进步？会不会让人类的生产力提升？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， 那么这句话其实也就不攻自破了。没错， AI 就是人类发展未来不可缺少的一把钥匙。毋庸置疑的是，高端人才在特定领域可能真的能做到登峰造极。你可能是什么什么诺贝尔奖啊，你可能是这个中科院院士，但是只要 AI 学习的数据接近人类所有数据的巅峰，那么所有使用 AI 的人，他都是一个人才。我用一个结论来总结吧， AI 能减少人才培训的成本以及使用人才的成本，从而带来整个社会框架他们的成本优化，进而呢带来人类生产力进步，最后人类会获得更多的资源，开发更多的资源，经济总量就会提升，最后可能甚至飞往太空，对吧？在太空开采资源，而 AI 就是那个帮助人类的那个工具。我们讲完基本面，来看一看技术面吧。先来看一眼股价，现在股价是 188.65， 美东时间已经收盘了。我个人会期待甲骨文在这一个箱体位置进行止跌。为什么呢？第一点，你能看到甲骨文从顶部345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回撤，总回撤到达了 47%， 从近万亿市值跌到了目前的5420亿美金。从形态上看，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止跌，而且处于完全破位的这个阶段。现在呢，也是正在回补6月份的这一个缺口。因为完全破位了，投资者踩踏性的出逃，导致图形并没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有效性啊。这种形态代表着只要没有重大利好，一根我就飞上去了。正常来说，每一次拉高都会带来一些套牢盘的出逃，套牢盘的砸盘。对于这一只个股，我其实会期待在附近这个地方做一个止跌，然后有一定的低位盘整。随着债务问题担忧的缓解，以及市场对于 AI 长期需求必然的共识，最后再到 AI 的底层逻辑，就是在数据中心，它订单需求的强烈必然会引爆市场，可能会在未来伴随着这个情绪的升温，带来股价的拉升。现在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上市公司最重要的就是基本面分析。我用 DCF 做了一个估值，看看 Oracle 究竟未来能创建多少自由现金流，以及股票目前的真实价值究竟在哪里。我们就能看到啊，首先这一份 DCF 是非常的长的，我花了很长时间进行一个估值，你们能看到这有很多财报都在这里。那么我的模型给了3档估值啊，内在价值对比目标价，目前第一位给的估值是129，中性呢我给到的是167，这个比较乐观档的我给到了352左右。那么把它们跟目前的股价189对比一下，其实就很明显，对于这个低位的价位还有将近46%的潜在回调，如果是中位档，目前还有13%的回调，那么对于乐观档的话，其实是46%的一个涨幅，其实非常的直观。这一张表里面，悲观呢要跌大约40%啊，中性基本上也就10个点的回调，而乐观档目前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上行空间的，也是将近50个点。我们能看到 Oracle 最重要的数字就是这个 Capex 资本支出，我也在这里标出来了。从2026年开始，这个是2026啊，
它会在2026年进行一个见顶，将近整个营收的66%都会重新投入到资本开支中。从2026年已经见顶后，目前就会线性的逐步递减。如果有股票的拉升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就会在2026年，因为在2026年甲骨文一定会披露，在财报会议上，我们未来的资本支出会逐步减少，我们的数据中心已经见到了一个比较接近完善的阶段，那么盈利的预期可能会抬高，盈利的预期就有可能会达到，比如说甲骨文说每年我们会赚1000亿美金，对吧？到时候股价就会拉升。但是作为投资者来说，你肯定不能等到消息爆发了再入场，投资讲究的是提前布局，才能抢占先机，给你更高的一个安全边际。那么视频的最后，我们就把所有研究结合到图表里面，给大家一个操作策略的建议。我呢也是画了3个箱体之前你们也是看到的，分别代表着3档价格，结合目前的价格行为，我会期待 Oracle 在年底之前止跌开始震荡，在这一块开始震荡。如果跌破了这个箱体，我们就可能会来到这个 low end， 就是所谓对应着130美金左右的箱体。倘若 Oracle 真的跌破这一个箱体，达到底下这一个支撑带，我觉得甲骨文就是处于一个低估的阶段，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吸筹的机会。倘若债务问题维稳，可能是未来 AI 大周期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机会，而且目前这个价位也被视为一个非常不错的价格。你们想一想，9月10号 Oracle 在这儿，就是9月10号这一个财报， Oracle 一个财报直接拉升近40个点，就是什么呢？因为它有4000多亿的积压订单，所有人都疯狂了。而现在的回调，你们看跌到了这个位置，其实比之前的这个跳空高开的位置已经还低了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市场已经抹去了它所有大单的这一部分的利好，等于目前甲骨文的股价计价并没有计入大部分的积压订单，而只计入了它所谓提供软件服务的业务，而股价也是甚至来到了这一块。这一块你们能看到，就是说白了，特朗普刚刚宣布 OpenAI、甲骨文还有软银他们合作打造星际之门的一个价位大约是182，现在是188左右，等于其实现在甲骨文的利好并没有计入多少，而甲骨文躺着这些订单也确实是真的。其实这难道不是一个好的机会吗？你们在评论区告诉我，这一波跌幅真的是彻底抹去了这些订单。对于像这种未来有潜在爆发的标的，我们可以选择卖一些30天到60天的一些这个 cash secret put， 或者买一些远期的 leaps， 都是跟正股买入一样非常好的选择。具体呢就是看一些个人的风险偏好。最后你们细想一下，我也抛一个问题给你们吧，像甲骨文这种数据中心 AI 发展必定是长期建立在数据中心之上的，而对于数据中心的租赁以及一个专门的使用，必定是一个长周期的使用。而且甲骨文数据中心这种有极高护城河以及较高的迁移成本，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只要 AI 会一直存在，它的现金流每年都是非常固定，而且是永续增长，一直增加，而且这个订单一般来说不会停止，除非 AI 不存在了，要不然 AI 你也不能说凭空就给你回答任何问题， AI 一定是建立在数据中心以及广大的存储上的，对吧？你 AI 如果没有甲骨文， AI 如果没有这些数据中心，没有这些 AI 的基建， AI 也不会存在。而 AI 到了后期，像甲骨文这种数据中心，相当于 AI 每一次回答变相来说就会给甲骨文交一部分税。其实甲骨文这种商业模式其实是还是非常好的，好吧？你们觉得我的观点正不正确？如果觉得不正确，欢迎到评论区纠正我。
最后呢，你们有什么想看的股票，一定要告诉我，下一期我会分析评论里面讨论最多的股票。同时，你们如果有问题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每一条都会看。最后，我是金沙，只做视频不易，请各位关注、点赞、评论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